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奔跑吧113白鹿回归首秀遭魔鬼游戏碾压，崩溃喊话，这强度比马拉松还狠。2025年5月22日晚，奔跑吧第13季迎来首期播出。嘉宾阵容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回归的白鹿。这位近年在影视与时尚界势头正盛的女艺人，此次以常驻嘉宾身份再次出现在观众眼前。然而，首期节目的魔鬼游戏环节却让她直呼这强度比马拉松还狠，一度因体力透支而崩溃喊话，引发全网热议。这一情绪化表达不仅展现了她真实的一面，也为这档经典综艺带来了久违的烟火气。回归及高能，白鹿首秀挑战时间估算竞赛。首期节目中，奔跑吧节目组安排了一个被网友戏称为地狱级别的游戏时间估算竞赛。这一环节要求嘉宾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通过不断冲刺往返完成特定任务，同时还需在奔跑过程中完成时间估算与配合。看似简单，实则对体能、判断力、节奏感乃至心理素质都是极大考验。在这一环节中，白鹿不仅需要与队友配合完成高强度奔跑任务，更因往返过多，体力严重消耗而脸色泛红，嗓子发哑。据现场拍摄花絮显示，他一边弯腰喘气，一边幽默自嘲：“这比马拉松还狠，我宁愿去跑全马。”一句戏言道尽体力挑战的艰难，引得全场嘉宾和观众哄堂大笑。白鹿的这番崩溃喊话迅速登上热搜，白鹿喊话综艺强度比马拉松还狠一度高居微博娱乐榜前3，引发网友广泛讨论。体能挑战背后的策划思路，节目组意图何在？奔跑吧作为中国综艺圈常青 IP，自第1季播出以来，便以运动加娱乐双核驱动，吸引观众目光。然而，随着时代更迭、审美变化，节目组逐渐将重点由游戏搞笑向竞技实感转变。第13季更是进一步加强了体能元素的比重。本季节目的时间估算竞赛就属于强竞技型任务的一种，通过长距离、多频次冲刺搭配思维挑战。节目希望实现从看热闹向看实力升级，但这一变化也引发争议，尤其是白鹿这类女艺人，在体能基础上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否过高设置门槛？对此，节目幕后制作人回应称：“我们希望观众看到的是明星在极限情况下的真实状态。这种真实不仅带来综艺张力，也体现艺人背后的努力。”从综艺到时尚，白鹿双线并行的高定新宠。就在同日5月22日，白鹿刚刚结束节目录制后，又马不停蹄赶往上海，出席知名品牌香缇卡 Chantecaille 在外滩举行的时尚盛典。她以一袭银色流苏晚礼服亮相，妆容清冷，气场全开，与节目中汗流浃背、奔跑呼吸急促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现场生图曝光后，网友纷纷感叹：“小说里的归国千金有脸了！”时尚圈终于等到白鹿开挂。相关话题“白鹿小说里的归国千金有脸了”迅速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破亿。白鹿也因其可盐可甜、能动能静的双重形象再次圈粉无数。值得注意的是，白鹿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密度曝光节奏。除了常驻奔跑吧，他还是多个国际一线品牌的代言人。在时尚资源的激烈竞争中，他稳稳站在一线，其高定新宠的标签已经成为业内共识。真实与反差的双面魅力，不做作才是最大杀器。白鹿之所以在此次奔跑吧113中获得超高关注度，除了回归的仪式感，更源于他在镜头前毫不掩饰的真实状态。在节目中，他不仅一再展现幽默感，例如模仿粉丝尖叫，面对胜负一笑置之，
甚至在被问及是否后悔参加高强度任务时，他爽朗一笑，还能咋样？既来之则安之呗。这份真实也被粉丝誉为他最动人的特质之一。与部分摄人摄的艺人不同，白鹿在镜头前展现出的疲惫、搞笑、崩溃，甚至调皮，都让人感受到他不是来营业，而是来生活的态度。有媒体评论指出，他不是故意扮演什么角色，而是把他的性格原汁原味地融入节目，这才是一个艺人长红的核心密码。网友反响两极，是综艺强度还是艺人敬业？白鹿此次在节目中的奔跑担当形象虽然广受好评，但也有部分网友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微博评论区中不乏节目强度太大，明星也是人，不能只为效果拼命等声音。有人提议节目组应设定更合理的游戏机制，在提升观赏性的同时，保证嘉宾健康。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表示，这种真实疲惫恰恰是综艺最需要的感染力之一。如果连累都不能累，那艺人就会变成行走的滤镜。一位网友写道。事实上，白鹿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言，我其实是个喜欢挑战的性格，运动量大、强度高会让我觉得更像自己。虽然累，但也值。运动少女 vs 优雅名媛，白鹿的职业两面。无论是在综艺里拼尽全力，还是在红毯上优雅惊艳，白鹿似乎总能在不同语境下自如切换身份。她是《周生如故》里内敛哀婉的小南陈王妃，是《宁安如梦》中手段果断的江雪宁，也是奔跑在都市夜晚的少女，举止间透着优雅的时尚宠儿。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与统一，让白鹿拥有了极高的可塑性和认同感。不仅如此，白鹿也通过此次奔跑吧113的回归，再度巩固了她在综艺圈的地位。她的回归不仅丰富了节目的女性视角，也以自然真实的表现，唤醒观众对艺人也是普通人的认知。她用行动告诉观众，美丽不是摆设，敬业与真实才是最动人的闪光点。结语：白鹿，从奔跑女神到国民艺人的距离。在娱乐圈瞬息万变的今天，白鹿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真诚路线。她没有刻意讨好观众，也不依赖极端人设博眼球。无论是时尚场合的高光时刻，还是综艺镜头中的狼狈奔跑，她都以最自然的姿态面对大众。正因如此，观众愿意为她喝彩，品牌愿意为她加持，节目也愿意为她创造舞台。奔跑吧113的回归，只是它多维度发展中的一个缩影，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正在奔跑中的女演员，未来还会在更多舞台上，以不一样的方式继续闪耀。